往前一定要牵引。你到腰也都是啊，你的腰，你这个时候腰往前放啊，腰要往前放啊，腰要往前，你才能跨到腰啊，因为你的第一关是跨到腰啊，你的第一关是跨跟腰针啊，是不是？好，就是说这个牵引的力量要延展到腰上面去。本来就是啊，也要到胯上面去啊，就你现在是整个从都是往这的力嘛，是不是？在这个力量上面，这个点先拧，往反方向，感觉要拉回去到腰，是不是？腰的力量不要放，腰这个肩还是往外放着，然后腰往回拉，才会腰到肩，有体会吗？大概知道意思。哎，就是你每一段拧转是我讲过，拧转是从一个关节到另外一个关节的。拧转永远不是拧转，中间有节点的话，一定是透过每一个节点的段。中间有节点，不可能说它整个产生拧转，那中间一定松掉。那这个是从头到尾都是他做头在转，其他地方都是被他拖着走。没有啊，当你到腰的时候，腰就参与了，腰就参与那个拧转了。这个已经转到腰上面结束之后，这个结束因为腰自己，因为它转到它的极限了嘛。那这个它到极限的这个张力不要断掉，然后就是腰在这个拧转就延续到腰嘛，然后腰延续到肩胛骨，延续到肩，延续到肘，延续到手。上次说的往前这个关节要可以往旁边，等于是说它还在往前，但其他关节自己都在归位。不是归位，是转，是拧到另外一个方向。听不懂？因为它拧的方向是把这个直线往回拉，往回拉嘛。所以胯扭到了它的极限，就是腰也要跟着一起。对啊，因为你的腰跟随这个腰就慢慢腰沉下来，腰回到它的正位嘛，然后再到这个，再到这个，再到。这样懂吗？一段一段的。因为当时想要转，这个已经转到极限，它已经动不了，但是手还在这个位置。对呀。那想说拧转啊，可是它到腰不是它转到极限才到腰哦，是一开始转就要到腰了，然后腰就要到肩了，所以它那个联系是很快的，不是说我一个关节转到极限了我才到下一个关节，然后下一个关节开始转到极限才到下一个，不是这样子的哦，是一动你这个直线拉起来了以后，这边一动，慢慢这一节就开始转了。不是，那意思是说，他一开始是主动自己转，对，他当牵引，对，后面变成是他到转的极限，换腰也要自己开始动，还是说腰被他牵引之后到正位就停？没有停啊。刚刚讲那个前提，那个劲它要往前。对呀、啊。不然的话，你如果是停下来再转一个停下来，它其实是什么？它其实很容易变在原地。可是你如果是连在一起变一条线，然后同时动的时候，它才会有那种往前走，因为它会变一节绳。对啊，你想想看那个钓鱼线嘛，钓鱼线如果是用那个轮子的，你用手摇轮子的，你的钓鱼线甩出去，钓鱼线是不是有牵？牵是什么？牵是造成头端的往外牵引嘛，是不是？所以你的钓鱼线甩出去以后，那个牵把这根钓鱼线往外带，沉下去，到沉下去差不多了，你开始往回卷的时候，它那个往下的那个力量是同时存在的，是不是这样子？你往回卷，它到了一个张力，什么张力？你那个钓鱼竿的那个张力嘛。到你那个钓鱼竿最适当的张力的时候，它是去跟回是最平衡的，它是一个最平衡的一个位置。当有鱼上钩了，尾端力量是不是变大了？那你这边加力量，是不是这样子？
所以那个线上面是不是同时存在2个方向的力量？如果只有一个方向，你如果卷太快不行，卷太快线杆子撑不了。你如果没有卷，让它放，鱼一直往外拉，你的那个鱼线变松了，钩子脱了。所以那时候我的学问是什么？学问就是你能不能保持到那个线上面的平衡的张力。听不懂？我们这个也是一样嘛，你的回来跟去，我们是没有牵在带，所以你自己要有一个往外的力量啊。当我往回的时候，这个往外的力量必须什么？必须一直存在，一直存在，才能平衡住。因为你用胯往回拉，胯的力量会比较大，是不是？你如果这个力量不够的话，你胯一拉，这一端松掉了以后，整条钓鱼线松了，听不懂？这就在玩什么？在玩我们身上的这些力量的，你把它叫阴阳也好，你把它叫去回也好，把它叫伸缩也好，反正就这些东西，它维持在一个平衡的张力上面。看不懂啊？这个就叫导引。啊，又松了。你要有认知。那个不是弯曲，那个是张力，直线的张力变成曲线的张力，哦。出来，再转，没有了，你看，有懂吗？嗯，哈哈哈哈哈哈！这个伸，朝走伸，不要回啊，不要回去啊。在做这个时候，它一样是往前走，对，走。拉。你不能手走不弯，你要作弊。你